哈，相同分量的 acrylate 它可以溶解更多更大量的色粉哦，截取一点点画上来，它就有这么强烈的表现。他们家有强调它可以跟别家的水彩做很好的一个融合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确融合的非常好。绘画技巧示范以及各种颜料工具的开箱，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才不会错过哦。大家好，欢迎来到 V 的艺术笔记。今天要为大家开箱介绍的呢是 Core Modern Watercolor 24色5ml的这个水彩组合。那这个产品呢是由 Golden Artist Color 这家公司所出品的。它本身拥有非常多出色的亚克力颜料，还有很多相关的产品。它在2009年呢买下一个知名的品牌哈，就是 Williamsburg， 它是专门做手工油画颜料出名。这个 Core 的水彩颜料呢也有很特别之处哦。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呢。上面有告诉你哦，24色的颜色名称，然后没有色号，然后上面有说它有非常浓郁啊、丰富的优美的水彩哦，是因为它有独特配方。这边看到它是美国纽约制造的哦。那我买的这个呢是24色的组合，大概是台币3300块左右。它这上面的泡泡原来就是调色盘，所以你可以在这上面调色，蛮有趣的一个设计。这个是83个颜色的一个色表。那我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你上它的官网，然后把色表的每一个颜色点开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除了完整的介绍之外呢，还有一些颜色的试色表现直接呈现给大家看哦，算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哦。那我把链接放在下方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点看看哦。在他们的官方介绍当中哦，有讲到他们是用独家的一个粘着剂叫 acrylate。那这个 acrylate 在艺术修复上哦就广为使用哦，常常被用来在绘画啦、彩绘啦、纸张啦、纺织品等材质这个文物的加固跟粘着。那它最主要的卖点呢，就是在与相同分量的阿拉伯胶相比之下哈，相同分量的 acrylate 它可以溶解更多更大量的色粉哦，有非常好的水溶性。而且不会因为时间影响它的再溶性，长时间的光照下不会有明显的颜色变化，所以呢，这对很多艺术家来讲哦，这是非常吸引的一点。那我们看一下哈，那这上面呢，就是它的颜色名称，然后它的等级，哈，它的耐光性，它的色粉，这一个介绍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把这样子的管状水彩呢分装在这样子的块状水彩旅行组的盒子里面哦。Core 它的色粉呢含量高，所以我打算分3到4次把它填充在这里，这样我再携带出去比较方便。我用2条黑线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比较明确可以看，我只是截取一点点画上来，它就有这么强烈的表现。即便它是半透明或透明的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线大概是长这样。建议第一次使用的朋友呢，你最好准备一张纸在旁边哦，稍微试色完了之后，你再把它放到你的画面。那我找了另外一个牌子呢，是 Daniel Smith 来跟它一起做比较，所以呢，我就拿了它的颜色来跟它做比较。它的颜色分布呢 ，Core 是这样子，它的暖色系大概是这么多。然后大地色系跟寒色系是这样子，然后 Daniel Smith 他们的分布大概就是1/3左右，大概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种颜色的分布。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发现哈，这一支Quinacridone Gold 这一支颜色在 Daniel Smith 他们的品牌是卖的非常好，那刚好它 Core 这也有一支同样颜色的，那当然这样子比较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颜色呢跟其他几个有色粉一样的呢，把它放在一起试给大家看哦。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挑出了4个颜色哈，这4个颜色呢是它的用的色粉呢一样，然后它的颜色名称也一样哦。那这个4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一样是画了一条黑线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透明程度啊，还有颜色的饱和度。那因为一个是块状水彩，一个是管状水彩，所以呢，我有额外买了 Daniel Smith 的，它一样是管状水彩的群青，那名字是一样的，然后他们用的色粉也是一样的，好，都是 PB29。好。
那等一下呢，我都会拿这管状水彩呢，跟同一个这个柠檬黄的部分渲染在这旁边给大家看。那大家可以先看到这4个颜色呢，好，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色粉含量的多寡呢，就会造成它在颜色的这个渐层的表现上它的丰富性。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它一个渐层变化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呢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并不是要比出说哪一家的颜色就一定是绝对最好的，最主要是大家的预算啊，还有你的需求啊是怎么样子的。那大家看到我把颜色画好在这个地方哦，我本来是用柠檬黄，但是临时换了一个颜色，因为这个 Hansa Yellow Dip 它的颜色在画面上你比较容易看得到。那2个颜色它渲染出来的结果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效果呢？他们家有强调它可以跟别家的水彩做很好的一个融合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确融合的非常好。那第2个呢，我们就试验它在水里头的渲染效果哦。那大家看到呢，我把这个画在 Arches 185g 的水彩纸上，那看到一点点水颜料有点上来，它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渲染力。这在画星空啦，或者是云彩啦，或者是花卉的时候都非常的好用哦。以上的影片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艺术小常识，或者是绘画技巧，欢迎留言在下方，我会努力先做影片给大家参考。我们下次再见喽。